由于生活节奏加快，很多人有暴饮暴食、久坐少动、压力过大等情况。那这些不好的习惯呢，就很容易导致脾胃虚弱，脾胃不好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能帮助健脾养胃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脾经。脾经的起点在大拇指内侧，然后一直往上到小腿前内侧，再到膝盖这里。找到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手掌拍打脾经，可以来回的拍打，每次拍打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左右呢都要拍打的。经常拍打脾经能疏通经络，补气养血，达到健脾养胃的效果。不过呢，建议大家在早上9点到11点拍打最好，因为这段时间是脾经最旺盛的时候，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哦。想要脾胃好，平时还要注意饮食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，也可以经常喝点桂圆、红枣、枸杞茶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补气养血的作用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我请我的好闺蜜吃饭，还有她男朋友去撸串，让他们点单。我看见她男朋友第一个就是点了10串腰子，那这个我不说，大家也应该知道咋回事吧？不都说以形补形吗？嘘。其实我想跟他说了，除了腰子呀，还可以吃点别的呀。哎，这个我就悄悄的告诉你们吧。黑豆呀是黑色食物，其中呢含有维生素、卵磷脂和核黄素，有补肝肾、强筋骨的作用，可以把黑豆煮成粥喝。板栗中含有核黄素，不管呢生吃还是熟吃，那每天吃几颗也有养肾护肾的作用。那这2种食物你知道了吗？以后还是少吃点腰子吧，那玩意儿吃多了容易升高胆固醇。洗澡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洗澡的时候不注意一些细节，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尤其在寒冷的冬天，下面这3个误区，希望你尽量避开。第一，洗澡时间太长了。冬天很多人洗澡次数变少了，但洗澡的时间却变长了。如果长时间在密闭不透气的浴室里洗澡，很容易出现缺氧、供血不足，从而导致胸闷、头晕等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，洗澡时空腹洗澡会消耗身体大量的热量，并且还容易导致人低血糖，出现昏厥的情况，对健康不利。建议大家最好在饭后1小时后洗澡比较好。第三，洗澡时用力搓澡。冬天洗澡的次数变少了，所以洗澡时就会用力搓澡，感觉这样呢能洗得干净一些。但如果太用力会损伤皮肤，对健康也不好。所以上面的这3个洗澡的错误，希望你都没有。平时想要身体健康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蒲公英茶，有养肝护肾、健脾和胃的功效，可以呢为健康加分哦。小时候我们去澡堂子，有时都是要排队的。那时候呢，可能1周去1次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那家家呢都有淋浴器，不用出门就能洗澡了。那是有多方便就有多方便呀。大家洗澡的时候可以多洗3个地方哦，有助长寿。那是哪3个地方呢？第一个，脚趾。洗澡时呢，多对脚趾进行搓洗按摩，有助疏通经络，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对健康有很大帮助。第二个呢，腋窝。多洗腋窝能够刺激到腋窝下的淋巴系统，对促进排毒呢也有帮助，所以多洗这里对健康也有利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小腿，小腿处也有很多的穴位，那对这里多进行搓洗，有助血液循环和排毒，也能够为健康长寿加分哦。那这3个地方是你爱洗的？哎呀，后背咋这么疼呢？这头发怎么总掉呢？掉这么多呢？这天气也不热呀，这怎么还有点汗呢？男性朋友，如果你也有腰酸背痛、脱发严重、总是盗汗的情况，那很可能是肾不好咯。今天木子呢给大家推荐2种藏在身边的天然荷尔蒙。辣木子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男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增加体内的雄激素，养肾护肾，还有养肝的效果哦。椰枣是养肾高手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男性荷尔蒙成分。那每天吃一点，能够激发雄激素，帮助养好肾脏。
身体的保养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所以啊，大家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行哦，不能够操之过急。肠道不好的人早起排便会有2个表现，若没有，肠道还算不错。表现1：早起大便形状异常。正常的大便应该是圆柱形条状的，但如果发现大便呈扁条状、细条状等，就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。表现2：早起腹泻。如果每天早上排便时发现自己总是腹泻，这也可能是肠道出问题的表现，不要忽视了。那如果肠道不好，大家还要注意呢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作息要规律，平时注意饮食，可以多吃些有益肠胃健康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小米、胡萝卜、山楂干、蒲公英根等等，这样肠胃才能够。胃是人体比较脆弱的消化器官，若是饮食不当，就可能会伤害胃部。那胃不好的人要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生冷和刺激性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刺激胃黏膜，给肠胃造成损伤，对胃部健康不利，所以呢要少吃。第二种，油腻的食物，因为油腻的食物不容易消化，很容易加重肠道负担，引起消化不良，所以这类食物也要少吃。那除了少吃这2种食物外，还可以多用一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效果，那就是用蒲公英根泡水喝。蒲公英根含有很多营养，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消炎杀菌的作用。经常胃不舒服的人常喝蒲公英根水，能够帮助改善胃部不适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可以经常的喝一些哦。我总是腹胀、腹痛、食欲不振，是咋回事呢？这很可能是肠胃不好喽。其实肠胃最怕3件事，快看看你有没有。肠胃怕撑，如果经常吃得很撑，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，影响消化道的功能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所以尽量不要吃得太撑，建议每顿吃7、8分饱就行。肠胃怕冷，经常吃凉的食物，不注意保暖，会导致肠胃消化能力降低，影响肠胃健康。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吃凉的食物，多注意胃部保暖。肠胃怕饿，吃撑了不好，那饿着了也不好。如果肠胃不能够及时的补充食物，胃酸没有食物消化，就可能会使胃黏膜受损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所以尽量也不要。话说10人9胃，由于现在很多人不好的习惯，导致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其实肠胃害怕2件事，大家要注意。第一个，害怕凉，很多人喜欢吃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，那经常吃这类食物容易刺激肠胃，损伤胃黏膜，不利于肠胃健康。第二，害怕辣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容易损伤胃黏膜，引发肠胃疾病，所以大家呢也要少吃才行。那肠胃不好的人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南瓜。南瓜性温，入脾胃经，南瓜含有丰富的果胶，可以起到修复胃黏膜、养护肠胃的作用。那所以经常吃一些南瓜，有助肠胃的好不好都写在手上。若没有3种表现，肠胃还算健康。第一，手掌心发白，若是手掌心出现2个以上的白斑，要小心胃炎找上门。若是没有白斑，手掌心整体发白，这也是肠胃功能紊乱的信号，要注意调理。第二，手掌有红色斑点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手掌有红色的斑点，你可能会有消化不良、烧心的症状出现，那这可能是胃热导致的。第三，大鱼际出现井字纹。大鱼际大家都知道，在大拇指根部这里，若是发现这里有井字纹，看着有很多乱乱的小细纹，这也是肠胃不好的一种表现，要多注意了。那起床后会发现自己嘴里苦苦的、臭臭的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很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哦，要注意口腔、肠胃或者是肝火等问题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试试多吃下面2种水果吧。如果口苦的话，可以吃点山楂，山楂可以消积滞，对缓解口苦有帮助。不过呢，不能够多吃哦，吃多了容易反酸。如果口臭的话，可以吃点石榴，石榴也能够消积食、助消化，而且石榴味道酸甜，能够帮助缓解口臭哦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，平时还要少吃重口味的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，尤其是绿色蔬菜。哎呀，胃胀难受。哎，木子，你这咋的了？哎妈，刚才吃了不少东西，吃多了，哎呀，感觉撑得慌。
那你还在那坐呢？赶紧起来活动活动啊！哎呀，我不想动。哎，如果你不想动，那就跟木子学2招吧。第一个，可以趴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将右腿弯曲，上身抬起来，用双手抓住小腿，坚持5秒钟，再换左腿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。第二个，按摩腹部，可以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用双手手掌旋转的按摩。这样能够促进腹部的血液循环，能够帮助消化，预防便秘，还能瘦肚子哦。那这2个小动作每次做3分钟就行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也吃多了，感觉胃胀得慌，就可以试试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留言分享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